正巧路过我。正巧也多买了一杯。很正巧。哦，我昨天在你们家小区楼下看到一家特别好的棒棒鸡店，我查了一下，挺正宗的。我去吃点，你去吧。红油兔丁儿、夫妻肺片、口水鸡。我不吃了，我吃素呢。那好吧。那我饭前运动一下，送你回家行吗？阿初，真的，怎么啦？有些反常啊。其实是反常了。今天各种事儿堆在一起，简直就是噩梦。一件一件说。小区里有一户人家，今天趁我上班不在家，各种勾引我妈去他家做保姆，连苦肉计都使出来了。我妈还挺愿意的样子，你说我能怎么办？只能放行。唉，我原本想的是啊，我妈辛苦了大半辈子，总是身不由己的被亲人各种奴役，我把她接来上海，好歹让她休息个半年。这下好了，我把她骗来上海，她去人家家做保姆，我等下还得去雇主家里替她把雇佣合同给签了。为了防止我爸把他的钱骗走，我还得让雇主把工资打到我的卡里。这前后一串联，你听听，不就成了恶毒女骗亲妈来上海做保姆，并私吞亲妈的血汗钱？有这么诋毁自己的吗？问心无愧就好啦，阿初。那如果我说，原本说5、6千的工资我看不上，我一赌气谈到了8500，韩家竟然就磨蹭了一下，一口气答应了，这我也就认了。可是我现在一想吧，韩家有一个常年卧在病床上的男主人，还有一个半身不遂的女主人，可想而知未来的工作量不少。我就是因为提高了2、3千工资，亲手把我妈送上人家家门去做保姆，我其实也是奴役我妈的亲人之一啊。这段话的逻辑，完全不对，东拉西扯的。哪儿不对？破绽百出，没法提。总之我不是什么好人。大家都不是圣人。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妈的工资你会不会侵占吧？不会。但是我了解我自己，如果我需要买房子，那笔钱我就会毫不犹豫的不问自己怎么还就是个问题了。看见了吧？我就是这么个没原则、没底线的人，一小心被我给摘着。那我先走了，拜拜。我给2个兄弟出的主意，结果他们却被领导赶走了。2个小傻瓜还丝毫没有意识到危机，我呢又不敢提醒他们，怕他们会责怪我。总之啊，好高骛远，却志大才疏，无力挽回，又没有血性承担责任，只能做个缩头乌龟，什么都干不定。好吧。那我该怎么办？我哪里有好办法呀？我只有我的无赖办法，日行一善，再加上好好做科研出成果，骗自己呢，整个人生加加减减算下来，还是对人类稍有贡献的，日子呢就能够心安理得的过下去了。谁没个犯浑犯错的时候呀？总要给自己留一条活路吧。看见活路了，日行一善。Hello。吃饭了吗？没。发展迅猛，这2201啊，绝对是个有手段的。怎么个有手段？找领导闹那个主意就是他出给我的。我听着这话怎么有点埋怨的意思？我也不想啊，可心里就是觉得别扭。刚才在大门口看到 Lucy， 我可以回避了。你记得
那次我和 Lucy 在楼道里闹过吧？我侵犯了他的隐私，幸好他手下留情，没把我揍成猪头。就这件事情而言呢，他有手段，但也有分寸。所以我觉得他给你出主意的时候，我想他也一定有分寸。是，坏的就是我自己，我也别找借口了，是我小人之心。知道检讨就好了。哄哄我带走，我一娇滴滴的，怎么哄啊？你有办法的。给你来点。拿钥匙，拿钥匙。你是几楼啊？我帮你按。啊，一样，一样。你找22楼谁啊？我找朱哲。朱姐。你是陈祖法？啊，我听出来了。周末你打电话找朱哲，他正在睡觉，是我和另外一位室友接的。当时你还把朱哲教训了一顿。吉吉，陈祖法尾随我和于初辉上了22楼，你小心。别放那间2202，谢谢你们。阿初，我就给你点这个奶茶了，啊？可以。那我点2杯啦。好了。跟朱姐打招呼了吗？没打的话，立刻回去。我跟他说2句话就走了。你要是没打招呼，我就打电话报警了。你这是未经允许擅闯民宅。关你们什么事儿啊？你们这是干什么？我跟朱哲啊是感情纠纷，你们外人别插手。就凭你这落魄样，还敢跟我们朱姐有感情纠纷？再说了，我们跟朱姐的感情更好。怎么，你想第三者插足呀？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朱哲，你我面对面把话说清楚，难道你连见我一面的胆量都没有了吗？这位同志，麻烦你认清现实。第一，你长得不帅；第二，浑身充满着 loser 气。我们朱姐根本看不上你的，好吧？需要帮忙吗？需要，来的正好。朱哲，你是想让我在这儿当着大家的面大声说出来是吗？朱哲，以前都是我的错，是我当年年轻不懂事儿，不懂感情，我不懂珍惜。发短信说行吗？啊，吵死了！
朱哲，你出来，我是给你当面的。态度很明确，就是不想理你。你请回吧。走吧，好汉还不吃眼前亏呢。再说了，这儿是我们的地盘，在这儿你讨不着好。不走是吧？行，珍珍上防狼喷雾 ，Lucy 上拳法。你瞎喊什么呀？没带防狼喷雾，气势不能输啊，这不有 Lucy 呢吗？对吧？朱姐，他走了，但我觉得他还是会来找你的。全被我顶头上司说中了，都是房价疯涨惹的祸。说是怀璧其罪，其实是人心坏了。朱姐，我觉得陈祖法既然想吃回头草，最好的方法就是旧情复燃。他先是接近你，给你送花什么的，然后呢，再用你们俩熟悉的方式来试探你。就周末那个电话，他表示他一直很关心你，一直很在意你。发现这个方法根本行不通了，今天就来上门道歉了。按理说这伸手不打笑面人，你怎么都能听进去，可是硬是被我们几个搅成了闹剧。他只能叹一句时机不对，走人了。哟，这回脑洞没开歪啊，说的有道理。朱姐，他看书多，这谈恋爱的套路啊都是现成的，你可以参考参考。你这是赞美还是讽刺呀？赞美赞美。二初啊，追你的套路呢？拿钱砸，拿钱砸，拿钱砸。你就别冒领了，真正想被钱砸的人，我可是见识过的。行行行，你得天独厚。珍珍，我给你分享我的书单。行，接下来应该也没什么事儿了。我呢得去给我老娘签合同了，她马上要去别人家做保姆，同住在一个小区，她这以后啊就要吃住在别人家了。我这好日子才过几天呀，这就到头喽。要不要我陪你去啊？没事儿，对方呢既想在我们面前装大城市土著的高贵，又想卖温情，得到廉价的劳动力。对付这种不上不下的人，我最有心得，就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你也别想得太简单了。我是做服务行业的，从最底层做起，见过不少人的嘴脸。大家对保姆这个职业的态度，你还没有真正见识过。如果有人真的要在你面前摆架子，你未必承受得了。所以陈祖法最恨我这个职业，说我是低三下四，抱着马桶伺候人。你晚上签字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了。珍珍，你爸妈家有保姆吗？我只是实话实说啊。虽然只是一份职业，可考虑到这份职业的特性，即便是主家再讲道理，保姆也必须是主家在的时候要隐身，主家不愿干的脏活粗活要包揽，主家的隐私要守口如瓶，要围绕主家的意志为转移等等之类的。更何况不尊重他人的人很多，所以呢，有的人宁愿做钟点工也不愿做保姆，有的人呢，则是为了敬老院服务员的工作而放弃了工资还高一截的保姆的工作。我明白了，可以应付的，谢谢你们。我陪你去。谢谢朱姐。
这是格式合同啊？我从网上下载的，您看一下，如果觉得没问题，就把空白的地方填满，然后我们交换一下身份证复印件就完事儿了。您要是觉得没问题的话，我帮您填吧。好呀。合同期限写1年吧，1年过后你们家也该度过青黄不接的特殊期了。3年1年差不多了。 ，3年。便宜不占，猪头散。3年就3年。妈，可以签字了。从这儿啊。哦。行，时间也不早了，妈，你收拾收拾。哎，今天晚上我们就回去住了，不打扰您休息了。哪能让你妈妈回家住的？我们请她过来做事，那是要包吃住的。你妈妈是住在我们这儿的。月婷，今天晚上就住在这里啊。韩老师啊，我看您这儿也就2间卧室，我妈在这儿也住不开，还是不打扰您了。不是的，我自己一会儿回我自己的家呀。天大的笑话！我原先想的是，我妈今晚回来，我们母女俩能说说话，我劝导她。没想到这寒假第1天让我妈回来收拾东西都不放。你就可怜可怜那个韩老师吧，他已经心力交瘁了，强弩之末了。好不容易逮到你妈能救命，他当然连夜就逃跑了。我呸！那是他爸妈他自己的责任，还在我妈面前装的有情有义的。一个人照顾2个病人，神仙也得发疯。你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那我妈现在寒假也要了个命了。你妈不一样，她是外人，做好分内的事就行了，最多就是一屋子的活。可是韩老师是那2老的女儿啊，除了干一屋子的活，还要担心他们的身体健康。自己女儿又怀孕了，可是又帮不上什么忙。另外，你说她天天不能陪着自己丈夫，她可不得担心她丈夫是不是外面出轨了？这日积月累的，不就心力交瘁啦？也是，难怪在家里能摔成那个样子，也是太矫情了吧？不过就是家务事，谁家还不是一地鸡毛？是啊，谁家还不是一地鸡毛？我妈被骗去韩家做保姆，等她做的得心应手了，就牛拉不回了。其实根源还是在我。我为了留住我妈，把我们家的危机揭露得太彻底，让我妈真正有了危机意识。她现在就觉得呢，趁着年轻，应该多挣点钱傍身，免得将来被净身出户，我又养不起她。朱姐，说好的把妈妈从老家那个黑洞救出来，结果事情完全不受我的控制，而我处处食言，处处有心无力，志大才疏，说的大约就是我这种人。我们最终都会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早。阿初，昨天那个男的又在楼下等朱姐，
你提醒他注意。你认识刚才那个人啊？见过一次。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人 ？loser， 眼睛里都是阴郁。简单粗暴啊！他昨天来我们22楼跟我们一个邻居表白，然后今天又在这儿等他。那跟我一个目的啊。啊。我觉得他已经换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调整了最好的状态。但是你说，追求一个人眼睛里全是阴郁，也不太对劲啊。那要我说啊，就算是追求遇见了挫折，顶多也就是患得患失或者焦躁，阴郁确实有点怪啊。我觉得他心里可能有别的事儿。但你说要是跟人表白还能被别的事儿影响，说明这种表白完全可以无视。很有经验。有没有经验就不是，明明是你先老盯着他看，你先一步看出破绽，怎么又说到我头上来了？哎，好了，我跟他一样，我在楼下等你，但我真就是想见你，而且我眼睛里总没有阴郁吧？说出来了，你要杀要剐随便吧。没想到陈祖法真是个狗皮膏药，谢谢你啊，晨晨。举手之劳。接狗皮膏药的时候，如果有需要，随时 call 我。嗯。谢谢啊。哎，开车注意安全。朱经理早。早。朱经理早。早。谢谢阿初，我已经到酒店，也帮我谢谢 Lucy。我跟你说啊，我妈对我要求可严格了。她对我最大的要求就是找到一份正经工作。如果要是因为你把工作丢了，我可不会放过你，肯定会当着全公司的同事把你打个半死。不会吧？公司不管谈恋爱吧？你当我说笑呢？好笑吗？没有，至少你没直接拒绝我呀，对吧？你能不能不要笑得那么荡漾，很恐怖的。别丢人了。进来。来，门关上。来，你这个水中铁离子的检测结果权威不？我邻居说实验室精度他亲手操作，他有信心比其他测试机构的数据更准确。而且我邻居还特意从他们老实验楼的镀锌管道里取出一瓶自来水做样本，你猜怎么着？咱们酒店的自来水铁离子含量竟然比那种老镀锌管道里的自来水铁离子含量还要高，翻倍的高。哎呀，原来这第13组数据是老镀锌管的自来水。哎，你这邻居很仔细啊。这样看来，整个酒店的冷热水管道部件都有问题。对，我也不知道那些做实验的瓶子还有没有用，反正我都藏起来了。太好
我跟你说，朱哲，你是替我解决了一桩大形事。把这个签一下。好嘞。加班条。就2张。讹诈，典型的讹诈。滚。好嘞。我没想到你就是关注了我5、6年的网友风露清禅，风露清禅的面子一定要给啊！你写了那么多长评给我，我一直想约你吃饭呢，但是怕你高冷拒绝我，更怕网友见光死。我也没想到，你一个网民画漫画，一个网民写文章，全才呀，还全才呢！我迷上画画之后就懒得码字了，画画更放飞，而且我画的系列已经有签约了。是吗？那下面的创作意向有了吗？有。哎，你知道吗？我现在不码字了，平时就喜欢找一些好玩的小说看，然后想象着把这些小说改编成漫画，每天睡前起码做梦1小时，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光，你能体会吧？当然可以啦，有的时候呢，看到能共鸣的文章，恨不得把作者拉出来揪揪揪揪揪。小何，聊正事儿。啊，宋丽，你接下来打算画哪些小说呀？我要是早有你微信，早推荐你几本小说看了。我感觉咱俩品味肯定特别像。那，这是我现在收藏的几本。哎，你截屏发给我。好，发过去了。啊，我回去赶紧看看啊。宋丽，到时候我看完之后呢，如果能跟我们公司的项目相称的话，我再联系你。跟你们公司不相称的也一定要跟我讨论啊！你脑洞可大了，我就爱你的脑补。找我就对了，我可是剧透小能手。还笑呢？你是不知道，当初你差点没逼死我。你一篇长评出来，我为了反其道而行之，不知道死了多少脑细胞。抱歉。行，不打不相识嘛。哎，你快看看，这个书片里面有没有你也在追的？袁正义，怎么了？范海季。这个作者格局很大，你认识啊？求介绍，是不是真玉面肌肉男？我邻居，富2代，正经科学家，不过是个女的。这个文笔绝对不可能是女的写的，我听说她是从国外回来的。对呀，今年刚回国呀。严正义可是游历过很多国家，而且都是背包游，不是跟团那种。我记得他说起科莫多岛巨蜥，说从科莫多岛到爪哇岛，到苏门答腊岛，最后在巴厘岛休整，说的头头是道的。他好像还热爱运动，户外什么的都玩得特别专。对呀，他在上海跑马拉松啊。就他，什么时候介绍我认识认识啊？风露清禅，你近水楼台，一定要帮我问问他有没有什么存稿，可以让我先睹为快。我最想画的就是他这篇《范海记》了。他预告说什么接下来要写征服食人族，还巴拉巴拉一大堆关于食物中含有氨基酸蛋白质什么之类的。他研究的就是生命科学，没想到我身边隐藏一只大牛，深藏不露啊。小何，回去以后赶快看一下这篇《范海记》。如果跟咱们公司的项目契合的话，那跟小宋合作，那岂不是美事一桩？我们合作起来肯定激情四射。你要是确定是他，一定要约我见一面啊！放心，小事一桩。哎，朱哲。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让我陪你参加你妹妹的婚礼，然后跟你结婚，对吧？结婚是我能表达的最大诚意了。朱哲，我们恢复感情吧。我以前对不起你，我那个时候年轻不懂事儿，性格轻狂，我自私，做了很多让你……行了，没有必要这么骂自己。
你都想跟我结婚了，诚意表达的已经够了。只是我呢，一直是你最讨厌的那种庸俗的人，而且我会越老越庸俗，庸俗的无可救药。除了柴米油盐，我什么都不懂。哎，不是，朱姐，需要帮忙吗？不用。我那个时候年轻不懂事儿，眼里看不见柴米油盐，还总挑剔你的文化水平。我现在知道了，男人就应该挣钱养家，挣钱养家不庸俗。哎，我不会再让你吃苦，以后我养你。未来真的？嗯。行，找个地儿聊聊吧。嗨，回来了。你这么早去锻炼？为了晚饭吃的更多嘛。哦，对了，珍珍啊，刚刚那个叫陈祖法的男的又来了，我跟朱姐打过招呼，但是他让我不要管。不过我总觉得那个男的对朱姐不怀好意，有机会的话，你也提醒一下朱姐。好，谢谢啊。拜拜，拜拜。刚刚 Lucy 告诉我，陈祖法又来找你，我们都担心你，要我做保镖吗？不用。这家餐厅我也是第一次来，不知道味道怎么样。不过我室友说性价比特别高。不好意思呀，我这人俗，就总盯着性价比。所谓性价比啊，只不过是廉价的另一种粉饰。咱们俩久别重逢的第一顿饭，不应该在这种小店儿。可惜现在是吃饭的时间，好点的餐厅要是没有提前预定的话，很难找到位置。下回啊，我提前预定一家环境好的餐厅，我再请你，啊。好啊。朱哲，我以前有些自我，总是只顾自己的喜好。这回就找你喜欢的店。我喜欢的。我喜欢吃什么，取决于今天谁请客。要是你请客，我喜欢吃海鲜；要是 AA，我喜欢吃菜喝粥；要是我请客，我最近喜欢吃凉面。当然是我请客。那我就不客气了。你喜欢吃鱼，我喜欢酸甜口，要不来一只松鼠桂鱼？哎呀，这个时候正好是吃蟹的好季节呀，来2只大闸蟹，一人1只。服务员，你好，要一份松鼠桂鱼哦，大闸蟹2只，都要母的，3两半的那种。好的。1盘炒青菜，蟹粉茭白白国宝，1份烤鱿鱼吧，2碗米饭。好，请问有什么忌口的吗？没有，谢谢。请稍等。行吗？行啊，你现在点菜挺拿手啊。哪有啊？啊，我妹妹也是11月份结婚，好巧呀。是啊，家里打电话来的时候很是受冲击，忽然觉得我也应该有个归宿了。想来想去，只有你。朱哲，原谅我当年年轻不懂事儿，啊。说实话，在昨天之前，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但昨天晚上我想明白了，既然我们2个都有意愿，那就不如坐下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你说你想结婚，怎么结？婚房、婚后的支出。哎，我刚刚说了，我是个大俗人嘛，那这些我都要了解清楚，才敢步入婚姻。你看，我给你算一笔账啊。你买房了吗？我正考虑买房，但是需要咱俩结婚之后才有资格买，现在还在备限购。也就是说，
你工作了10几年还没有买房，那我们2个结婚要暂时考虑租房子。我们俩结婚以后总不能跟别人合租吧？那房租每个月就需要6000。3000块钱也够。我没有想过大富大贵，但是我不想降低我现在的生活水准。每个月6000只能跟我现在生活水准持平，而且这还是在不考虑有孩子的情况下啊。摊到每个人身上是3000，对吧？我每个月置办衣服、鞋子、包包算4000，饮食上最少2000，化妆品、护肤品是我工作必不可少的2000，交际费2000，手机换新和话费，摊到每个月就算1000吧。以后应该会买车，养车费2000。寄给父母的每个月1000，杂七杂八加起来就算是2000吧，合计是19000，这还不算文化娱乐支出。我现在每个月的工资刚好可以支付维持这样的一个生活水准。你说你养我，那你能保证我以后的生活水准不降低吗？朱哲，标准能不能降低点儿？你刚才也说了，咱们俩需要考虑买房。看来你也有考虑过这些。这个生活水准虽然不算高，但让你一个人来出这些钱，确实有些费力，也不公平啊。所以我有手有脚，我也不能闲着。如果按你说的，我们2个结婚，那我希望你的生活水准向我看齐。结婚以后有孩子了，我需要有请保姆的支出来确保我继续工作。你还挺通情达理的啊。对的呀，结婚跟谈恋爱肯定不一样嘛。那结婚要面对的是柴米油盐呀。你要是没有什么异议，那我要查看你的工资卡。近2年你的月收入平均要在2万才算勉强 OK。落户上海打分的话，需要看你养老保险缴存时间的。我的要求不高吧？朱哲，你看啊，有了孩子以后，每个月必须要达到2万5才能维持支出，所以我要考察你的职业发展情况。咱们俩要攒钱买房，标准能不能降低点儿？我太了解你了。结了婚以后，所有的家务活肯定都是我包揽了，一家子的家务活我一个人做，那我的生活质量肯定会大幅度下降。你还要让我降低我的生活支出，那我为什么要结婚啊？所以我现在只有2个要求：一，你去银行打出你近2年的工资卡对账单；二，我去你公司考察你的职业发展情况。很简单。打扰一下，哎，谢谢。炒青菜请慢用。哎，服务员，把2只大闸蟹打包。好的。好久不见，今天我请客，吃吧。白开水，免费。解决了，谢谢你提醒。但是我看他这2天的状态，能这么容易被打发掉吗？啊，不好意思啊，我多嘴了。我就是今天早上看到他，感觉他整个人的状态挺阴郁的，好像有什么事儿压着他。总之幸亏你提醒，我才不敢挑拨，速战速决。要不要来只大闸蟹？啊，不用了，我还是要控制一下热量。那既然这样，就便宜我跟那位了。你快去吧，他应该也担心很久。来了。大闸蟹，
正合我意啊！哎，我冰箱里还有酒，我们可以配着吃。我还差几个拉伸动作就做完了。你真是强迫症啊！今天又是10公里。是的，还有变速。强悍，方便大吃大喝嘛。冰箱里有姜。好嘞。白桃味的，我喜欢，给你拿一个。好。如果它让你在夜里反复想，擦干你的泪，让你快点忘，尽全力让笑挂上你脸庞，别投降，我不会让你再为谁受伤。每个人都不同，我总是猛很冲动，不会装疯，也学不会不懂装懂。但你说的对，不开心可以掉眼泪，但对生活对谁都不投降，不允许卑微。永远的18岁，可以犯错可以醉，爱上或爱错一个人也没什么不对，关就倒头睡。不爱你爱是谁？对谁都不投降，不允许卑微。如果他让你在夜里反复想，擦干你的泪，让你快点忘，尽全力让笑挂上你脸庞，别投降，我不允许你卑微成这样。如果明天还是漆黑的模样，我当你的光，做你的伪装，杀死你，解释护你渴望，别投降，我不会让你再为谁受伤。18岁，可以犯错可以醉，爱上或爱错一个人也没什么不对，关就倒头睡。不爱你爱是谁？对谁都不投降，不允许卑微。如果他让你在夜里反复想，擦干你的泪，让你快点忘，尽全力让笑挂上你脸庞，别投降，我不允许你卑微成这样。如果明天还是漆黑的模样，你的光，做你的伪装，杀死你，解释护你渴望，别投降，我不会让你再为谁受伤。